粮食生产嘛，多少是要靠天吃饭。我们也都知道，这老天从来不是什么乖宝宝啊，天旱灾害啊，这个旱涝灾害经常会发生的。那么加上过去2年来，刚主持人提到疫情打乱了海运，造成海运的运价翻了2番，还有就是中国粮食进口大量增加，造成全球粮价上涨。所以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全球粮食价格连续12个月上涨，已经达到2011年9月以来的最高价格。那么在天气方面呢，其实还好啦，就是今年只有南美国家出现严重干旱，造成米、黄豆、咖啡、甘蔗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再就是俄罗斯、阿根廷和乌克兰几个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干旱相当严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哪些国家依赖进口食品，哪些国家受到影响比较大。我们前面讲过，非洲国家大半个世纪以来从来就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它是解决不了农业问题。所以非洲是个整体上依赖进口粮食的地区。那么现在非洲西部的粮食价格比5年前以来的平均价格高40%。非洲人口的第一大国是尼日利亚，它的食品价格今年上涨了23%，是15年以来最高的幅度。但是尼日利亚因为有石油，所以经济情况不算差的。但是非洲国还有不少国家更穷，那粮食上涨就会让他们要求联合国增加粮食援助。那当然不是讲说粮食出产国物价就不涨，因为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粮价是联动的，粮食出产国也会因为出口价格上涨，会拉动国内粮价上涨。比方讲美国，好像是粮食只多不少的国家，但是去年以来，美国的食品价格幅度上涨也达到几成了。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常去一个超市，以前有菠萝包，一个是80美分，很大个，现在体积小了1/3，价格涨到一个1块5毛，翻一番了。而且美国这边的主要的食品价格会带动其他副食价格也跟着涨，比方肉类啊、家禽类、鱼类等等。所以现在美国的食品通货膨胀已经让很多收入不够花的家庭吃不消了。那俄罗斯现在也是，俄罗斯也是通心粉涨价，很多好一点的通心粉俄罗斯人吃不起了。阿根廷呢，是农户用涨价的粮食养了牛以后，牛肉贵了，然后国内就吃不起牛肉，然后牛肉在国内没人买呢，就出口越来越多。国内市场上牛肉反而少了，然后阿根廷那个左派政府就干预，说要抑制物价，所以禁止出口牛肉1个月。于是农户就很担心说，你这样禁止出口，国内人又吃不起，那我们的牛肉订单以后也被别的国家抢走。那么讲到中国的话呢，中国也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但是中国今年倒是没有减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说呢，今年夏季的粮食收成总产量将近3000亿斤，比去年同期是增长2.1%。稍微说明一下，就是中国的北方粮产区啊，秋天和冬季啊种小麦，叫冬小麦，夏季收获，这是北方的主要的口粮的来源。然后北方是收获小麦以后，春夏2季种玉米，主要是用来做饲料的。那么中国南方就不同，南方的水田呢，冬季基本上休耕的，那只有纬度和台湾差不多的亚热带地区可以早春种早稻，其他南方地区主要是春夏秋种2季水稻作为口粮。另外呢，处于南北方交界的江淮地区是冬小麦和夏季水稻的混种地区，但是冬小麦面积不大的。所以中国的讲到夏粮总产量，它主要是指北方地区的小麦和南方地区的早稻，其中小麦占90%多。那么我分析了一下中国今年夏季收获的粮食的播种情况，就这些粮食当年播种情况怎么样？那我注意到说，北方去年秋天播种的这个小麦的面积增加了1%，南方今年播种的早稻面积也是增加1%。那么夏季收获的小麦和早稻的单位面积，就是每亩或者每公顷的产量呢，上涨也是1%，就说明说，今年中国从去年秋季到今年夏季，粮食收获呢大体上是风调雨顺的，
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粮食产的大规模灾害。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还要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要大量进口粮食？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饲料粮需求非常大。那么饲料粮的需求呢，又和生猪饲养和家禽饲养数量有关系的。在这里啊，我想要稍微介绍一些中国大陆特有的情况，就是这个要解释一下一个大陆人不是很懂的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经济规律，叫做猪粮周期。因为这个猪粮周期由此又产生了一个经济学当中的价格变化的蛛网定理。它指的是说，粮价上升会导致生猪饲养量下降，然后第2年肉价就上涨，肉价上涨又会带动生猪饲养量上升。那么过1年以后呢，这个生猪就长肥了以后就出栏，那个时候呢，肉价又开始下降。那么农民养的生猪多了，就拉动粮价涨到养猪不合算的程度，然后生猪饲养量就开始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因为粮价和肉价的互动的关系，形成了粮价和肉价的轮流波动。这种波动从市场经济来看呢，是一种粮价和肉价的周期性波动。那么农户考虑他养殖生猪的成本，它的关键资讯叫做猪粮比价，就是用粮食的价格和猪肉的价格来对比它养猪合不合算。那么如果从猪粮比价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农户呢会根据这个比价来调整粮食种植和生猪养殖数量。那么农户的调整会让猪粮的比价的变化，在经济学院教科书里面有这么一个介绍，让它像蜘蛛网一样，从比较大的幅度慢慢缩小到比较小的幅度，就好比说从蜘蛛网的外圈向内圈收缩，直到趋于暂时的稳定，然后再度出现猪粮比价的这个幅度上的波动。那么这种经济规律啊，在市场经济国家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由于改革以前是计划经济，粮价和肉价是政府规定的，长期不变，所以民众已经习惯了价格不变。但是呢，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把毛泽东时代那个农村经济体制给取消了。取消以后，中国农村的生产呢，也部分进入市场经济形态，然后就出现了猪粮周期。那么1984年到1987年，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就开始由市场主导，农村就开始出现生猪和粮食价格轮番涨跌的现象。那这方面呢，我是在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1987年，我撰写了一份叫做《198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我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来说，要用猪粮周期来解释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我还特地用这个粮食价格、生猪价格和这个猪粮比价，它们这个波动关系画了一张图，说明这种规律性现象。那么我当时在报告的结论里面说呢，中国取消了毛泽东搞的那个人民公社以后啊，在农村的市场经济状态下，粮价和肉价比率的周期性变化影响到生猪的饲养量波动。但是当时中国的城市居民对肉价上涨不满，他们不懂，随着猪粮周期的变化，肉价必然会上下波动的。但是受到猪粮比价的蛛网定律的影响，肉价不会持续上涨的。当然也没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去管制农村的生猪收购价格，否则的话呢，就会扰乱经济规律。如果让农民自己按照猪粮比价来比较，他们的养猪收益就会自然的调节这个生猪的养殖量，也有必要呢要让城市居民适应食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我当时说呢，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必要的学习过程。后来我把这个报告送给赵紫阳了，他看了以后蛮欣赏，就让批示给中共那个新华社。新华社有一个对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发行的叫做内参动态清样，我那个报告就登在那个清样上。那么根据这个批示，1988年初，新华社记者专门到我家来做了个专访，专访内容也登在人民日报上。我现在花这个时间来说明这个问题啊，是因为从我提出猪粮周期是1987年、88年的时候，到现在35年过去了，到今天中共仍然没学会把握这个猪粮周期，加上它进口的饲料数量是经常反周期而行，总是晚半拍。
猪一少就加快进口粮食，结果会放大猪粮周期。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共与进口的饲料数量太大，结果呢会把中国国内的猪粮周期通过进口饲料影响到国际粮食市场，等于是部分的把中国的猪粮周期出口到国外来了，然后造成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也跟着出现猪粮周期，这就是经济大国的负面效应。因为中国人口多，食肉食的数量大，消费量大，那么它的猪粮周期可能导致国际上也出现猪粮周期。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国外的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中国的猪粮周期是如何出口到国外的，所以各国媒体关于粮价的报道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